这家公司给我开出240万年薪，我动心了，而老东家也没有挽留，我就这样跳槽了。然而第一个月工资到账2000元，财务说。领导说了，你先适应适应，急什么？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提出了离职。人事还嘲讽我，怎么你还嫌少？你以为你真值240万吗？我没搭脸，转身离开。第二天，他们公司股价崩盘，市值瞬间蒸发3个亿，投资人暴怒。你们把业内顶尖的人才逼走了，是想让你们公司倒闭吧？当人事在我面前哭着求我回去的时候，我看他都没看他一眼。几天前，他还是满脸笑容的欢迎我入职，嘴里的话却没什么温度。我们公司节奏快，新人要主动学习，有什么不懂的多问问老同事，年轻人别怕犯错。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办公区很大，我的工作在角落里，电脑是旧的，屏幕上还有上一任留下的指纹。我花了半天时间配置环境，项目代码的权限，第二天下午才批下来。没人带我，没人介绍项目，我一个人啃那些陈旧的文档。就这样1个月过去了，发薪日，手机银行跳出一条短信，到账金额2000元。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直接找到财务。你有什么事情？工资不对。你说这事情啊，你去问人事刘姐。我又走到人事办公室，你有什么事？刘姐，我的工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发了，有什么问题吗？合同上写的是20万月薪，税后现在到手2000。刘姐笑了，那笑声有点尖，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刺耳。阿峰啊，你刚来得有个适应期，领导说了，你先熟悉熟悉情况，别那么急。公司这么大，项目这么重要，不得先看看你的能力吗？他的每个字都透露着一股理所当然的傲慢。我看着他，忽然也笑了。我明白了，我没有争辩，转身回到工位，打开电脑，写了一封邮件，标题是离职申请，正文只有一句话：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收件人刘姐，抄送给公司大老板张总。邮件发出去不到1分钟，刘姐直接冲到我的工位旁，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怒气。阿峰，你什么意思？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字面意思我离职。怎么你还嫌少？他抱着胳膊冷笑一声，你以为你真值240万吗？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行业顶尖的人我们见多了，走了你一个，后面有的是人排队。我没搭理他，准备直接离开，刘姐却堵在我面前。离职要走流程，交接单呢，部门领导签字呢，张总没批，你走不了。我看着他，眼神冰冷，给我让开。他被我看得一愣，我从他身边走过去，没再回头，直接回了家，躺在沙发上，脑袋放空，手机响个不停，全都是公司打来的，有刘姐的，有部门总监的，我一个都没接，全部拉黑。傍晚门铃响了，我以为是外卖到了，打开门却是刘姐，她身后还跟着2个男同事，看着像是技术部门的。阿峰，你挺厉害啊，一声不吭就走吗？电话不接，邮件不回，这就是你的职业素养吗？有事说事，我很忙。你负责的天穹系统核心模块交接文档呢？你电脑里的代码和数据呢？这些都是公司资产，你想带走吗？他语气严厉，像在审问犯人，我听着有点想笑。第一，我入职1个月，没人让我碰天穹的核心模块。第二，我的工作电脑在公司里面的东西我一样没动。第三，什么交接文档，没人安排我交接，我找谁交接呢？刘姐脸色变了变，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她身后的一个男同事开口：阿峰，张总说了，让你明天回去办离职手续，把工作交接清楚，不然这个月的工资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你说那2000块钱啊，我不要。说完此话，我直接关了门。门外传来刘姐气急败坏的叫骂声：阿峰，你给我等着！业内的圈子就这么大，我让你以后找不到工作。我戴上耳机，打开音乐，声音调到最大，整个世界都清静了。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是前东家的老板李总发来的。阿峰，听说你去风起科技了，怎么样？还习惯吗？已经离职了。对方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们欺负你了吗？没什么，理念不合。我不想多说。行，那你先休息几天，我这边随时欢迎你回来。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李总的语气严肃起来。风起科技那个天穹系统底层架构是你之前做的吧？他们后续的开发好像出了问题，你自己留个心眼。我心里一动，我知道了，谢谢李总。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登录了一个技术论坛，一个匿名的热贴飘在首页：风起科技天穹系统疑似存在重大漏洞，新版本上线一再延期。发帖人是我，帖子下面已经盖了几百楼，全是业内人士的讨论和猜测。代码全是外包写的吧？漏洞多到修不完，技术团队怕是只会泡枸杞。延期1次是意外，延期2次是菜，延期3次，估计老板已经提桶跑路了。新版本上不了线，8成是测试机全变砖了，懂的都懂。我看着这些评论，邪魅一笑。好戏才刚刚开始。过了几天之后，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我打开接听，喂，是阿峰吗？声音很客气，但透着一股子焦急。我是，你是哪位？你好，你好，我是风起科技技术部的总监，我叫王海。这个名字我有印象，我入职那天，刘姐指着一个办公室的门说过，这是王总监的办公室，以后他就是你的直属领导。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和他说过话。王总监，你有事吗？阿峰，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关于天穹系统的事。他的声音很低，好像生怕旁边有人听见。我没空，我干脆拒绝。别挂电话，我知道是公司对不起你。刘姐那个人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工资的事情，张总也知道了，他批评了人事部，说好给你补发，1分都不会少。我静静的听着这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如果真有诚意，来的就是张总，而不是他王海。王总监，我跟风起科技已经没有关系了，系统的事你们应该找在职员工解决。很抱歉，我很忙。等等，阿峰，是我求你了，你回来帮个忙。系统马上要上线了，压力测试过不了，有好几个致命的 bug 解决不掉。我们团队的人搞了快半个月了，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项目要是黄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都得滚蛋。他的声音带着哀求，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表情。一个技术总监被逼到这个份上，但我心里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当初你们招我的时候，合同写得很清楚，负责天穹系统的核心迭代。结果呢，我连服务器的根目录都进不去。现在出事情了，你想起我了，王总监。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别那么天真。电话那边沉默，过了好一会儿，王海才叹了口气。我明白了，阿峰，我
知道你心里有气，这样你开个价，只要你愿意回来，价钱好商量。我笑了。王总监，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当初风起科技给我开240万，我才来的。你们觉得我不值这个价，给我开2000，现在你觉得我值多少钱呢？王海被我问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告诉张总，告诉刘姐，就算把风起科技送给我，我也没兴趣。我说完此话，挂断电话。那嘿，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第二天，互联网科技模块炸了。我那个匿名的帖子，经过一夜的发酵，彻底引爆了舆论，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风起科技命脉天穹系统或存在史诗级漏洞，百亿项目危在旦夕。内部人士爆料，风起核心技术团队动荡，技术大神范儿出走，240万年薪挖墙脚，1个月后离职。风起科技上演现实版农夫与蛇，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把刀，精准的插在风起的心智上。资本市场的反应比媒体更快，也更残酷。周一股市开盘，风起科技的股票以跌停开盘，巨大的买单像潮水一样涌出，根本无人接盘，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无数股民在股吧里哀嚎咒骂风起科技的公关部门乱成一锅粥。他们连发了3条声明，试图辟谣，说天穹系统稳健可靠，说网络传言纯属恶意重伤，说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但这些苍白无力的文字，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因为就在他们发布声明的同时，天穹系统原定于今天上午9点上线的新版本再次跳票了，这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资者的信心彻底崩了，股价一泻千里。我坐在电脑面前，平静地看着屏幕上的 K 线图，那根绿色的线笔直地坠向深渊，旁边的数字在飞速跳动，市值蒸发1个亿、2个亿、3个亿。不过1个上午的时间，3个亿就这样没了。这就是资本，无情且真实。我的手机很安静，前东家李总给我发了条消息，只有一个无脸笑的表情。我回了他一个你懂的表情。我们都心照不宣。风起科技这艘看似光鲜的巨轮已经被我亲手凿开一个大洞，现在他要开始沉没了，而我只是个买了前排票的观众。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还是个陌生号码，王海的。我犹豫一下，还是接了。我想听听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电话一接通，就是王海近乎崩溃的吼声：是不是你干？论坛那个帖子是不是你发的？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愤怒，我没承认，也没否认。王总监，注意你的言辞，我现在跟风起科技没有任何关系，你再骚扰我，我就报警了。别装了，公司快完了，股票跌停了，3个亿，你知道3个亿是什么概念吗？张总快疯了，要把我们全部都开除。阿福，我求求你了，你把帖子删了行不行？你跟公司有什么恩怨，我们坐下来谈，你别用这种方式毁了大家。我听着他的哭喊，嘴角露出冷笑。王总监，你搞错了一件事，毁了你们的不是我，是你们自己的傲慢和愚蠢。当初你们但凡有一点尊重，给我2000块钱的时候，但凡有一句解释，都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你们亲手种下的因，现在果实熟了，好好品尝吧。我说完之后，再次挂断。那嘿，风起科技总部顶层办公室，气氛压抑的仿佛能凝出水来。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总正阴沉着脸坐在主位上，他面前的桌子上扔着一个屏幕破裂的手机，那是他刚才发火时砸的。他面前站着的是公司所有的高管，技术总监王海，人事总监刘姐，公关总监，财务总监，每个人都低着头，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去看张总那张黑如锅底的脸。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总的声音不大，但充满了穿透力，像一把冰冷的锥子扎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一个帖子就让公司蒸发了3个亿，养你们这群人是干什么吃的？公关部，你们的辟谣声明就是个笑话，除了激怒股民还有什么用？公关总监满头大汗，哆哆嗦嗦的张嘴。张总，我们也没想到事情会发酵的这么快。你们没想到？张总冷笑一声，我花几百万年薪请你来，不是让你跟我说没想到，出去。公关总监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出了会议室。张总的目光转向了王海。王海，你来说，天穹系统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个发帖人说的是不是真的？王海的脸色惨白，嘴唇都在颤抖。他知道这件事他根本瞒不住。张总，系统确实有几个 bug 还没解决，压力测试一直过不去，所以新版本才一再延期。张总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你在等什么？等公司破产吗？我以为我们自己能解决，我没想到。就是没想到。张总气得浑身发抖，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刘姐身上，刘姐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刘姐，那个叫阿峰的人是你招进来的，也是你逼走的，现在你给我一个解释。刘姐强装镇定，张总，这不关我的事啊，是那个阿峰职业素养太差了，刚来1个月就嫌工资少，工作态度极其恶劣，我看他就是个骗子，根本不值240万。他离职肯定是蓄意报复，想敲诈公司一笔。他还在试图颠倒黑白，把脏水泼到我身上。就在这时，张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就变了。他连忙接起电话，语气恭敬到了极点：陈董，您好。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雷霆般的怒吼声，整个办公室都听得清清楚楚。张总，你到底在搞什么？股价崩盘了，你知不知道？我刚得到消息，你们为了省点小钱，把阿峰逼走了。张总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陈董，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闭嘴！我投资你们风起，就是看中了天穹系统的前景。这个系统底层架构就是阿峰当年在上一家公司做的，整个行业谁不知道他才是这个领域的祖师爷？你们把他挖过来，不好好供着，居然还敢给他穿小鞋！你们把业内顶尖的人逼走了，是想让公司倒闭吗？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雷，在张总和刘姐的头顶炸响。刘姐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陈董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哭也好，求也好，把他给我请回来。如果天穹系统上线失败，我立刻撤资，到时候你就等着上天台吧。电话被狠狠挂断，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张总缓缓放下手机，他的眼神像要吃人一样，死死地盯着刘姐。刘姐，现在立刻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回来。如果他今天不回来，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刘姐失魂落魄地走出办公室，张总最后那句话还在她耳边回响。她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闯下弥天大祸，她的事业，她的前途全部系在我身上了。她拿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拨通了我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冰冷的系统提示音让她心头一凉，她不信邪，换了公司的座机打。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刘姐彻底慌了，她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对了，可以给他发短信。她连忙切换到短信界面，开始编辑信息。她的手指因为紧张，几次都打错了字。第一条信息，她还端着架子。阿峰，我是刘姐，关于之前的事情可能有些误会，请尽快回电。消息发送后石沉大海，等了10分钟没有任何回应。刘姐的额头开始冒汗，她咬了咬牙，放低了姿态，编辑第二条信息。阿峰，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你。工资的事情，公司已经决定立刻全额补发给你，并且赔偿你的精神损失，求你回个电话好吗？消息发送后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时间1分1秒的过去，刘姐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像是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她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离下班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今天不能把我请回去，她不敢再想下去。她把心一横，发出了第3条信息。阿峰先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狗眼看人低，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大人有大量，再给公司一次机会，也给我一次机会吧。张总说了，只要您回来，马上任命您为公司首席技术官，年薪翻倍，3倍，只要您开口，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这已经是近乎哀求的语气了。然而没有任何反应，刘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她疯了一样冲出公司，直奔我的住处。她只有这最后一个办法，当面去求我。一路闯了好几个红灯，她终于赶到了我住的小区楼下。她顾不上整理自己凌乱的头发和妆容，冲上楼，拼命地按着我家的门铃。急促的门铃声像催命的符咒。过了许久，门才开了一条缝。我看到门外花容失色、满脸泪痕的刘姐，眉头微微一皱：“你有什么事？”我的语气平淡的像在问一个陌生人。刘姐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阿峰，我求求你，你就跟我回去吧。她说着，竟然就要给我跪下。我侧身躲开，没让她跪成。我早就离职了，跟风起没关系了。说完此话，我就准备关门。别关门！刘姐一把扒住门框，哭得更厉害了。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克扣你的工资，我给您道歉了，我给您磕头了，还不行吗？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哪还有半点之前那个人事总监的威风，就像一条可怜的丧家之犬。但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丝毫的怜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甚至懒得再跟她多说一个字。听她说完，我不再犹豫，直接关上了门，将她绝望的哭喊声彻底隔绝在门外。我走到客厅，坐回沙发上，继续刷着我的手机。门外的哭声持续了很久，从最开始的撕心裂肺，到后来的低声抽泣，再到最后的死寂。我没再开门，也没透过猫眼去看，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段无聊的插曲。夜里，我做了个梦，刘姐笑意盈盈地带我参观公司。阿峰，我们公司平台大，机会多，好好干，前途无量。他说的那么真诚，我也曾信以为真。醒来时，我起身看着窗外的城市轮廓，自嘲地笑了笑。成年人的世界哪有什么真诚，不过是价值的交换罢了。上午，我正在浏览技术论坛，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归属地显示是京城。我随手接起，是阿峰先生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气场，和王海的焦躁、刘姐的尖利截然不同。你是哪位？鄙人姓陈，陈建国，我是风起科技的天使投资人。我眉毛一挑，陈董，那位在电话里把张总骂得狗血淋头的幕后大佬，他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了。陈董你好，我的语气依然平淡。阿峰先生，我就不绕弯子了，风起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张总和他们的人事总监有眼无珠，办了件蠢事，我代他们向你郑重道歉。他的话说得很诚恳，没有一丝推诿和狡辩。道歉就不必了，我跟风起已经两清了。不，还没有。陈建国的话锋一转，风起的股价还在跌，天穹系统还在瘫痪，这家公司因为他们的愚蠢正在走向死亡，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你身上。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我知道让你回风起是不可能了，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配不上你，所以我想跟你谈一笔新的生意。什么生意？我来了点兴趣。天穹这个项目我很看好，但风起这个团队已经烂透了，我想釜底抽薪，我准备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收购天穹系统的所有权，然后我以新公司30%的原始股份加 CEO 的职位，聘请你来主导这个项目。换句话说，阿峰先生，我不是在请你回来打工，我是在邀请你成为我的合伙人。电话这头，我沉默了。这个条件不可谓不丰厚，这已经不是年薪多少万能够衡量的了，这是直接让我从一个顶尖打工者跨越到了资本层面。陈建国果然是只老狐狸，手笔之大，气魄之强，远非张总那种小老板可比。怎么样，阿峰先生，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玩一盘更大的？陈董，你的提议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怎么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张总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问得好，第一，我懂技术，我知道你的价值，更知道什么是尊重人才。第二，我们签的不是劳动合同，是合伙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我的股权只会比你多，但我的决策权绝不会凌驾于你的专业判断之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建国的语气变得严肃，我从不做杀鸡取卵的蠢事，我只会把最好的饲料
料喂给我最能下金蛋的鸡。阿峰先生，你就是那只鸡。虽然比喻有点难听，但道理却很实在。我需要考虑一下。应该的，我的电话24小时为你开机，随时恭候你的决定。另外提醒你一句，张总可能很快会亲自去找你了，祝你玩得愉快。我握着手机，陷入了沉思。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陈建国的话很快就应验了。下午3点，我的门铃响了，门口站着2个人，一个是技术总监王海，他一脸憔悴，眼圈发黑，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另一个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整齐，但掩不住眉宇间的焦虑和疲惫，正是风起科技的 CEO 张总。我打开门，没有请他们进来的意思。你们有事吗？我看着他们，淡淡的问道。张总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那笑容比哭还难看。阿峰，你好，你好，我是张海峰，风起的张总。他主动伸出手，我没理会，目光落在他身后的王海身上。王总监，你换号的速度还挺快。王海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低下头。张总的手悬在半空，场面一度十分难堪，他只好讪讪的收回手。阿峰啊，之前的事情是个天大的误会，都怪我们公司管理不善，都怪刘杰那个蠢货有眼不识泰山，我已经把他开除了，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他姿态放得很低，和我印象中那个高高在上的大老板判若两人。什么机会？张总，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已经离职了，和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不，怎么会没关系呢？我们当时签的合同还在。你的离职申请我根本就没批，从法律上讲，你现在还是我们风起的员工。他居然想跟我玩这套，我脸上的笑容冷了下来。张总，你是在威胁我吗？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能让你的公司收到劳动仲裁的传票？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我们都希望你能回来，只要你回来，条件你随便开，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年薪500万，不600万，税后，另外公司给你10%的期权。他报出的价码一次比一次高，旁边的王海听得眼睛都直了。从月薪2000到年薪600万加期权，这中间的差距何止天壤之别？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张总，你觉得很有诚意吗？当然，这绝对是业内顶级的待遇了。是吗？可我怎么记得半个月前在你们眼里我就值2000块钱？这句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张总的脸上，他的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那是个误会，是刘杰自作主张。他还在苍白的辩解。是吗？一个入职1个月的核心员工，工资被克扣到只剩1%，你作为公司最大的老板会毫不知情吗？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还是在侮辱你自己呢？我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扎进他的心脏，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们现在过来找我开出天价，不是因为你们认识到了我的价值，也不是因为你们懂得了尊重，而是因为你们的股票跌停了，公司快完蛋了。你们不是来请我，是来求救的。你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首席技术官，而是一个能拯救你们于水火的上帝。对不起，我不是上帝，而且……我顿了顿，看着他那张绝望的脸，一字一句的说道：就算我是，我也不会救你们这群白痴。我的话说完了，张总的脸上血色褪尽，一片死灰。他知道再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他今天不仅是来请我，更是来接受审判的，而我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王总监，你是个纯粹的技术人，被卷进这种事也挺倒霉。我给你个建议，早点找下家吧，这条船要沉了。王海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颓然的低下了头。我不再理会他们，转身关门，将2个绝望的身影和他们那摇摇欲坠的商业帝国彻底关在了门外。世界再次清静。我关上门后，拿出手机，拨通了前东家李总的电话。喂，阿峰，你可算来电话了。李总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这几天的大戏我可都看着呢，漂亮，干得太漂亮了。风起那个姓张的，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次真是大快人心。我笑了笑，李总，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是不是准备回来了？李总的语气里充满期待。我跟你说，职位和待遇都给你准备好了，技术副总薪资比你去风起之前再加30%。谢谢你，李总。我由衷的说道。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这份情我记下了，但我不准备回去了。李总在那头愣了一下。不回来了？那你准备去哪呢？有更好的选择了吗？算是吧，我要自己做一番事业了。李总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好小子有志气，我就知道我那个小池子早晚养不住你这条龙。我支持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打电话跟哥说，别客气。一定。挂了李总电话，我心里暖暖的。在这个冰冷的商业社会里，能有这样一份情谊，实属难得。接着，我拨通了陈建国的电话。阿峰，这么快就考虑好了吗？是的，陈董，你的提议我接受。好，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不过我也有几个条件。你说。第一，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除了你我不希望有任何第三方资本介入，至少在 A 轮融资之前。第二，技术团队的组建必须由我全权负责，人事和财务不能干涉我的招聘和薪酬决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要天穹系统100%的知识产权，我需要你负责从风起那个烂摊子里把它完整的剥离出来。我提出的这3个条件，条条都切中要害，保证了公司的纯粹性、团队的独立性以及核心资产的安全性。电话那头，陈建国沉默了片刻，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快速评估我的条件。几秒钟后，他再次开口，语气里多了欣赏。阿峰先生，你天生就该当 CEO， 你的条件我全部答应。明天上午9点来京城国贸3期 A 座顶楼我的办公室，我们详谈，顺便把合同签了。没问题，合作愉快，峰总。合作愉快，陈董。挂断电话，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翻开一个全新的篇章。风起的闹剧已经落幕，而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打工者阿峰，我是新公司的创始人 CEO 阿峰。第二天一早，我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往京城，2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我打了辆车，直奔国贸3期。
阿峰先生，欢迎来到京城。陈董，你好。没有过多的寒暄，他直接把我带到会客区。茶几上已经摆好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合同。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因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环节。风起那边，我已经让法务团队去接触了。张海峰现在焦头烂额，巴不得有人来接盘天穹这个烫手山芋。收购的过程会很快，也很便宜，价格低到会让他想从这楼上跳下去。他轻描淡写的说着，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知道，这背后是资本雷霆万钧的力量。这是我们拟好的合伙人协议，你可以仔细看看，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当面沟通。我拿起合同，从第一页开始，逐字逐句的阅读。我的阅读速度很快，尤其对这种法律文件，更是能迅速抓住其中的关键信息和潜在陷阱。陈建国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他的眼神里带着审视和好奇。合同的条款大体上没有问题，30%的原始股 ，CEO 的职位以及我对技术团队的绝对掌控权，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看得出来，陈建国确实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但是在合同的附件里，我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条款，关于公司在面临重大经营危机或技术方向出现颠覆性错误时，第一大股东拥有1票否决权，并有权临时重组管理层。这是一个标准的投资人保护条款，看似合情合理，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就等于给了陈建国一个可以随时把我踢出局的合法借口。我放下合同，看着他，陈董，合同没问题，只有这一条，我希望可以修改一下。我指着那个条款，陈建国的脸上露出一丝讶异，似乎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发现这个隐藏的保险丝。他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欣赏的意味更浓了。你想怎么改？我希望把1票否决权修改为需提交董事会获得2/3以上成员同意，临时重组管理层的权利也必须基于同样的条件。我的要求是在制衡他的权利，也是在保障我自己未来的权利。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我要做的是棋手。陈建国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拿起电话。法务部吗？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把合伙人协议的附件7第3款按照阿峰先生的意思修改，重新印一份。他处理的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这让我对他更高看了一眼。这是一个真正做大事的人，懂得取舍，也懂得尊重。很快，新的合同送了过来，我确认无误后，拿起了笔，在签名栏上写下了阿峰2个字。陈建国也签下了他的名字。我们交换合同，再次握手。这一次，我们的身份已经从投资人与被投资对象变成了平等的商业伙伴。新公司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就叫破晓吧。破晓科技寓意很好，拨开云雾，中见天日。希望我们能一起开创一个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他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我，这是1亿的启动资金，办公室选址，团队组建，放手去做。我只有一个要求，用最快的速度让新一代的破晓震惊整个行业。我接过支票，看着上面那一长串的零，心中一片滚烫。属于我的战争，现在才算真正打响。从京城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办公室。我没有选择那些孵化器或者共享空间，破晓科技的起点必须足够高。我直接在市中心最顶级的写字楼租下了1整层，租金贵得吓人，但我毫不在意。陈建国给的1个亿就是让我来烧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破晓科技不差钱。办公室还是空的，只有冰冷的地板和巨大的落地窗。我站在空旷的空间里，拨通了一个电话，那是我来风起之前在老东家公司里关系最好的一个兄弟林涛，一个在技术上唯一能让我高看几分的后端大神。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导致一直被埋没，得不到重用。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喂，峰哥。林涛的声音有些惊讶，也有些疲惫。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你不是去风起享福了吗？听说年薪240万，牛逼！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和调侃。别提了，那是个坑，我已经从风起离职了。什么？离职了？这才1个月啊，怎么回事？一言难尽。我不想在这些破事上浪费时间。我只问你，现在的工作干得还顺心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一声沉重的叹息。就那样吧，混日子呗，做的都是些没技术含量的破烂项目，一眼就能望到头。行了，别混了，出来跟我干。跟你干，峰哥，你找个新工作了？不是找工作，我开了家新公司，叫破晓科技，我当 CEO 占股30%。现在我正式邀请你出任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CTO。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我甚至能听到林涛瞬间变得粗重的呼吸声。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他才用一种不敢相信的语气问道：“峰哥，你没有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会开玩笑的人吗？至于待遇，我顿了顿，报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价码。你现在的年薪翻3倍，另外我个人从我的股份里给你出5%的期权，只要公司上市，你立刻财务自由。”电话那头传来了砰的一声，好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紧接着是林涛激动到几乎变调的吼声：“干，峰哥，我跟你干，我明天就去提离职。”不用明天，现在就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顺便把我们之前带过的那几个好苗子也一并叫上，就说我阿峰回来了，我要组建一支全行业最顶尖的复仇者联盟。好的，我马上去。林涛挂断电话，像换了个人一样，充满了干劲。我知道他这样的人缺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尽情施展才华的平台。现在我给了他这个平台，接下来几天我过得异常忙碌，公司的注册、账户的开立、办公设备的采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与此同时，关于风起科技的消息也零零散散的传了过来。在股价连续跌停1周后，张海峰彻底扛不住了，他被迫宣布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流程。陈建国的法务团队以一个地板价轻松收购了天穹系统的全部知识产权和源代码，一场轰轰烈烈的商业闹剧就此落下了帷幕。张海峰和刘杰也彻底消失在了这个行业里，他们的结局如何，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的目光早已望向了更远的地方。1周后，林涛带着5个人出现在了我的新办公室门口，他们都是我曾经的旧部，每一个都是能以一当十的技术好手。他们看着这空旷气派的办公室，又看了看站在中央的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撼和崇拜。峰哥，
众人齐声喊道，声音洪亮，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欢迎回家！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新战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破晓的光芒照亮整个行业的天空。我的话让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即将开启。破晓科技正式开始运转。虽然团队只有7个人，但每一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从风起拿回来的天穹系统源代码进行全面的审查和重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林涛在看完代码后，气得差点把键盘给砸了。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一堆垃圾代码，到处都是补丁罗补丁。风起那帮程序员是猪吗？他们不但一个本没解决，还凭空制造了上百个新的漏洞。这代码简直就是一座石山。其他几个同事脸色也同样难看。峰哥，这玩意儿没法要了。底层架构虽然还是你的，但上面的东西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了。想在这基础上修改，比我们从头写一个还费劲。我看着屏幕上那密密麻麻却毫无逻辑的代码，眼神很冷。这就是风起的技术团队，拿着高薪却做着最烂的活，难怪一个压力测试都过不了。就这种东西，别说上线了，能跑起来都是个奇迹。那就推倒重来，从明天开始，所有人放弃这份旧代码，我们将基于我最初的架构设想，开发一个全新的系统，一个真正配得上破晓这个名字的系统。我的决定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峰哥，从头开始，那工作量可就太大了，时间上来得及吗？来得及，别人需要1年，我们只需要3个月。我亲自带队写核心代码，你们有信心吗？我的话像一针强心剂，注入了每个人的心里，所有人的眼神都重新燃起了斗志。有信心。他们齐声应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团队，有能力，有拼劲，最重要的是对我有着绝对的信任。工作就此全面展开，整个办公室进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代码、键盘的敲击声，成了这里唯一的主旋律。就在我们热火朝天的开发新系统时，一个不速之客找上了门。峰哥，外面有个人找你，他说他是您在风起科技时的同事。我走到门口，只见一个男人正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脸都是卑微的讨好。我认得他，就是那天跟着刘杰一起去我家耀武扬威的2个技术男之一。他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迎了上来。风总，你还记得我吗？我叫赵谦。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有什么事？我听说您自己开了公司，就想过来碰碰运气。风起倒了，我们都失业了，工作不好找。您看，您这里还缺人吗？我什么都能干，加班996我都没问题。他几乎是在哀求。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我想起了那天他站在刘杰身后，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用威胁的口吻对我说，不然这个月的工资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现在他却像条狗一样摇着尾巴求我施舍一份工作，真是讽刺。你觉得我们公司缺人吗？他愣住了。我记得你那天你和刘杰一起堵在我家门，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忘。赵谦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落。风总，我那是被刘杰逼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还在语无伦次的解释，我抬起手打断了他。破晓科技只招2种人，一种是天才，一种是忠诚的战士。很抱歉，你2种都不是，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位置。我的话像最后的审判，宣判了他的死刑。他浑身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回去吧，看在曾经同事一场的份上，给你个忠告，做人别太嚣张，也别太蠢。说完，我转身走回办公室，不再理会他。林涛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峰哥，就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他有些不忿，我摇了摇头，目光重新落回到电脑屏幕。没必要跟这种小角色浪费时间，不值得。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不是回头去看那些早已被我们甩在身后的垃圾。我的世界里早已没有了他们的位置。